英伟达昨天收盘204.65，几乎吻合了我们盘前点读的预测位205。跟上的朋友有没有及时的避险出场呢？之后我们又该怎么走？美光、AMD、ARM 这些芯片股啊，逆势上台收盘价，完全没有理会大盘的下跌。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加息预期上升、科技股整体走弱的周期里面，选股比看大盘更加重要呢？该不该把仓位往美光这类票上集中？今天这个视频呢，没有一句废话啊，纯技术形态拆解，帮你一探究竟。大家好，我是 Harry。今天呢是香港时间6月18号 ，Kevin Walsh 鹰派发言之后，大盘和热门个股又有哪些变化呢？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预告。纳指昨天最低触碰到了25960，离我们盘前点读预测的支撑位25893只差了70个点，基本到位。回补缺口之后呢，头肩顶形态正在形成。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两个点：头肩顶形成之后，可能的筑底目标位在哪？另外几种常见的缺口形态分别预示着什么样的后续走势？个股方面呢，今天重点讲英伟达、特斯拉，还有几只 Harry 长期看好的芯片股：美光、AMD、ARM 以及 NBIS。ARM 和 NBIS 呢都是往期视频当中推荐过的股票。昨天呢不仅收盘价比前一天抬高，还收出了一根阳线，果然给力啊！如果你有其他想了解的个股呢，欢迎评论区留言，畅所欲言，以股会友。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呢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更新提醒。碎片时间呢也可以去看 Harry 的 Short， 短平快的技术知识随时分享给您。祝大家股市长红。首先进入到第一部分，大盘走势。昨天呢 Kevin Walsh 言论一出来啊，这个市场反应非常快，纳指呢一根放量的大阴线直接收在了26021点，实际上呢已经突破了我们之前所列出的颈线的位置，也就是26035，而且呢和我们昨天在盘前的预测支撑位25893非常近。那接下来呢大盘会怎么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几天的 K 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Harry 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显眼包，这个大缺口啊。那 K 线呢回补了这个大缺口之后，会不会立刻的往上跳反弹？这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所说过的缺口理论啊。我们来复习一下。一般来说呢，缺口分成4种。第一种呢叫做突破缺口，这种缺口呢往往是向上跳空，而且呢不回补，预示着整个趋势啊是启动向上的。比如像这个地方的这个大缺口啊，后续呢果然是一路向上啊，没有回补。第二种缺口呢叫做持续缺口啊，像这些地方趋势不断的向上，但是呢中间出现了大小不一的不同的缺口，这些缺口呢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上跳，把整个趋势啊往上推，股价呢也推到了一个峰值。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大缺口是不是不太一样呢？虽然它也是跳空高开之后的一个缺口，但是呢马上进行了一个回补，而且呢，它是在一个相对顶部结构的地方往下跌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缺口呢，就很有可能是我们说到的第3种衰竭缺口，常常是在高位出现一个跳空，但是呢，成交量萎缩，趋势即将反转。还有一种缺口呢，叫做普通缺口，就是 K 线可能会反弹一下，又很快回落，来回的消化这个市场的利空。那这种缺口回补之后呢，其实是一个市场消化和找方向的一个阶段。如果只是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呢，Harry 认为这个缺口大概率是后面2种缺口的其中之一，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黄色带的图形，也就预示着它的趋势有可能是往下的。但是我们也说过，股价的走势啊，我们讲究的是一个信息共振。消息面方面呢，除了刚刚说的利空，也迎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好消息。美伊那边呢传来了谅解备忘录签订的消息啊，我们根据夜盘的走势啊，股价有上涨的趋势，这很有可能呢缓解了大盘下挫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天呢叠加这样的一个双重信息的基本面啊 ，Harry 认为大概率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对本来要下冲的这样一个趋势形成一个缓冲。那后续呢到底是止跌回升，还是形成一个震荡消化的局面呢？今天这个交易日的 K 线走势非常关键了，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如果它能够突破头肩顶这个山峰的位置，也就是26792，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
否则呢 ，Harry 会认为啊，每一暂时性的利好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扭转加息概率上升之后所带来的利空，市场呢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复迟疑、来回波动的概率。而且现在呢正值一个黄色带下降的趋势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依然可以用来做防守位，也就是25893的位置。如果在接下来的2到3个交易日的时间里把这个位置跌穿了，那 Harry 认为它向下的概率依然会更大一些。但相反啊，如果今天把昨天的这个高点，也就是26523的位置突破了，并且呢收一根阳线，那么下跌的压力就会减弱很多，很有可能呢就会消化震荡几天。但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地方往下挫，或者是在2根线之间震荡形成一个晕线，那么后续的风险还是要警惕的。另外呢，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头肩顶的形态，对于做空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形态应该不陌生啊。像这种头肩顶的结构，如果往下，我们应该看到哪里呢？如果做空呢，可能出现的目标位又是在哪里？好，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图啊，按照技术派的总结啊，这个头肩顶下方的目标位应该设在大概什么位置？这里有一个参考，从右肩的顶点啊下跌到大概是 1.5 到2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顶点的位置。如果按照这个说法，下方的目标位呢，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1.5 到2倍的位置，对吧？也就是前方这个钱袋子出现的地方再往下。如果后续大盘的走势不好啊，随着这个黄色带的不断下移，那么它的低点是极有可能不断的往下降，所以到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反弹的目标位是非常大的概率。好，那么按照趋势图的信号呢，在黄色带运行的过程当中 ，K 线是不断的下移走势的。那我们就要以防守为主啊，操作上呢以短线为主 key， 一旦转变成了紫色多方带啊，就可以大胆的做空，哪怕有时候呢你进场地方不是很好，略微高了一点，但是呢随着后续的一波上涨也能够不断的消化，你也能赚到钱。另外呢还有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用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来判断阶段性的底部是否到来。如果这个信号一旦出现啊，就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入场的参考。好，当然关于这个趋势图呢还有很多的细节可以挖掘啊，但是呢视频的时间有限， Harry 呢今天就不展开来一一说明。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的了解呢，可以点击右上方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呢会帮你开通这个趋势工具的试用权限。你还可以加入到我们内部的课程学习当中啊，一起通过工具和知识拨开这个市场的噪音，提高我们交易的胜率。好，以上就是关于大盘部分的拆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个股部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之前呢 Harry 也说过啊，英伟达目前呢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弱势的趋势，因为是在黄色带的区域当中，而且呢它的高点在不断的下降，对吧？这个应该都能看得出来。那手里有英伟达的朋友应该怎么操作呢？我们先观察到一个细节啊，这几天的下跌呢，其实都发生在前一根大阴线，也就是这个运线位置的这根 K 线的范围内，而且呢，它的成交量在持续的萎靡当中，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经典的量价关系啊。当它的量缩价跌，也就是缩量下跌的时候呢，往往预示着这个空头的力量在衰竭。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能不能够买入？不能，因为它的趋势呢还是很有可能继续下跌的。只有当它形成了缩量不跌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底部的信号。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没有出现钱袋子信号的，所以呢空头的力量虽然在减弱，但是不代表马上就会反弹。我们还是要通过 K 线的形态来捕捉到真正可以把握住的机会。好，那关键点位应该怎么看呢？首先呢，下方的低点，也就是钱袋子的地方，大概200是一个重要的观察位。如果呢价格靠近200，继续的往下探，那么它下跌的动能就会逐渐的发生变化，很有可能呢在跌破200之后形成一个抄底的信号。那大家呢可以结合这个成交量的变化来做一个观察。200的下方呢，大家可以等一等机会啊。那反过来，如果今天是往上走的，在这根1号 K 线的高点大概是209的位置这是一个短期的突破口。如果突破了209呢，就要看到215的位置，这个呢也是前方这根运线的高点，同时呢也是黄带上沿的压力区的部分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明显的阻力。所以呢，今天我们盯盘呢可以盯3个价格，200、209、210左右，还有一个215的位置。如果突破了209短期呢可能会有一波上冲，但是呢在215附近容易出现压力。到了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要观察 K 线是否走弱。如果它没有往上升，而是选择了往下走，200附近能不能够支撑住是一个关键。因为目前呢是处在一个黄色带的走势当中啊，如果跌破了200啊，不会立刻的止住。但是呢，如果大家想要等到下一个钱袋子的信号出现呢，也很有可能会在200以下的位置。所以加仓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地方等一等。那如果短期想要减仓减轻一些压力的，可以在突破209的前提下，等到反弹到215附近，再来观察这个阻力的强度，再做决定。好，以上就是关于这个英伟达的一个操作思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特斯拉。之前呢 Harry 也说过特斯拉近期呢属于一个短期走弱的格局，但是呢，从月线和周线来看，状况其实还不错。这个是月线。月线呢离子带的位置很近，而且呢刺穿之后在子带的上方收住了，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啊。另外呢，周线呢虽然之前都处在黄带但是呢近期有黄带变成子带的这样的一个转化的可能，由弱变强的趋势，所以呢从中长期来看趋势还可以。但是回到日线呢情况就不一样了，还是以下跌的趋势为主而且这个下跌趋势呢，有一种初长成的阶段。短期来看呢，1周左右时间大概率还是以向下消化压力为主。那我们可以结合 MACD 的形态来看一下从 MACD 来观察，这根白色的快线已经进入到水下了。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走势，当这根快线呢在水下运行的时候，K 线呢基本上是以弱势整理在黄带下方行走为主的。如果这个快线和慢线的形态形成一个缠绕的，就像这个地方像2条蛇一样的并行前行，那么这个 K 线的表现往往就是往下走。所以呢，当这2根快线和慢线呢刚刚进入到水下的时候呢，我们要警惕会不会形成这种缠绕的状况，从而呢导致这个股价持续的走低。好，那我们拉近来看昨天的日线呢形成了一根1号 K 线，系统呢给到了一个突破位，大概是在406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已经靠近了黄色带压力位如果今天能够突破这个地方，说明呢短期还有一定的向上的动力，但只能看一小波的反弹毕竟整体的走势还是以下跌为主，绝对不是反转那如果价格呢靠近了黄带附近，有朋友想要出场观察一下的Harry 认为完全没问题。不用担心卖飞因为这个位置呢大概率不会飞。那后续呢还有一个整理的过程。反过来，如果没有突破406的位置呢，那么下跌的概率就会偏大，可能不会震荡的走，而是直接的往下走。好，那今天呢虽然有这个美一的利好消息出来，但是呢它没有形成一个强势突破的话，那大概率后续还会有一波调整。如果大家想要出场减轻一下仓位可以等到股价反弹到突破之后，踩到黄带中轨的位置分批的离场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下方的支撑位呢，目前不太好精准的预测MACD 的2根线有一个向前缠绕的趋势的情况下，下跌的概率还是更大一些的。目前呢，我们暂时以这根1号 K 线上下线作为观察点。如果今天跌破了1号的这个最低点，也就是394左右的位置，那么短期走势大概率会继续的走弱，底部信号呢还要再等一等现在不会马上出现。好，这个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个短期的观察。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美光。目前的美光已经走到了5号 K 线马上生成6号 K 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根 K 线呢走的有点平，对吧？有点震荡的意思。所以呢高位 9K 在这个位置大概率会有一定的压力，它上涨的动能可能会有一定的减弱。另外呢，大家注意到在3号 K 线下方的这个缺口呢已经被回补了。如果按照我们刚刚说的缺口理论回补就意味着趋势反转嘛？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呢，可能就错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美光的这个趋势呢，子带走的还是很好的。好，大家可以拉长来看这个走势是一个大前提，对吧？趋势图呢在这里又帮了我们一把。回顾一下之前美光的走势每一次它回调到子带附近都是一个很好的入场位。如果你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些位置在它踩到子带内买入，比如像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能够吃到这么一大波的涨幅，对吧？好，这个收益是非常可观的。哪怕涨到一定的位置，比如像这个地方出现了钱袋子的信号，入场之后呢，我们这一段的收益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接下来如果美光再一次的回调到子带大概率还是一个新的入场的机会。目前呢走到了5号 K 线的这个位置，那5号 K 线呢又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压力的转换位，而且呢这根 K 线
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也就是多空博弈在这里产生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以5号 K 线的高点和低点作为一个短期的观察标准。高点在1094左右而低点呢是在1015左右。如果它抬高了位置，那咱们就继续看高在车上的朋友呢可以暂时的不动。但如果跌穿了5号 K 线的低点，也就是1015的位置应不应该出场呢？那 Harry 的看法是，如果你是偏谨慎的，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出场。美光呢在下方大概是892的位置这个系统生成了一个支撑位。如果大家担心会跌到这个位置，从1015跌到890附近也有12%的一个跌幅，对吧？所以呢，跌破这根线出场没有问题。但它就算下到这个位置呢，也不会是马上跌到的如果你的仓位比较轻，可以等一等，因为后面呢，毕竟还有可能生成7号 K 线、8号 K 线、9号 K 线，对吧？我们再来慢慢看，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根据大家的仓位情况来做的一个观察。但是呢，一切的操作都基于一个大前提，就是美光的长期走势是积极向上的。在这个判断上呢，我们的工具再一次的帮上忙当我们用这个趋势图来抓点位的时候呢，确实比肉眼的判断要准确很多，而且呢要轻松很多。好，这个是关于美光。如果你也想用这样的趋势图来抓一下点位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帮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安装使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 AMD。AMD 呢同样出现了5号 K 线但这个地方呢很明显有一个晕线产生。那一旦产生这样的晕线形状呢，上方和下方被突破，往往就意味着方向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可以就这个晕线的结构来画一个上沿和下沿。上沿呢大概是550的位置下方是507。好，如果今天或者未来几个交易日股价在晕线内部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话呢，就说明它的方向还没有选择出来。但基于它这个 K 线呢离下面的子带比较近，所以呢下方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当它在晕线内部震荡的话呢，我们不出场问题也不大。但如果跌穿了下方的507的位置在这个缺口的上沿大概404左右也是有一个支撑的。另外呢，它下方还有一个白线的支撑位这个是系统给出来的这个地方比较远，我们可以不用在意。那整体来看呢AMD 的这个走势相对于美光来说呢是偏弱一些的，而且呢它的9号 K 线的走势也明显的比刚刚看到的美光要更弱一些，因为它是有一个往下走从4号 K 线之后往下走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它的子带有收缩的迹象，这就说明呢它上方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基于这个判断呢，Harry 认为如果跌穿了这个晕线下方，也就是507的方向，出场观望一下呢，可能会更加的稳妥一些近期呢往下调整的概率还是偏高一些。好，出场之后呢，我们可以观察个3到5天，等到这个压力消化一下再回来，这个是挺有必要的。但如果继续向上突破呢，就不用管它，继续拿着就好。好，这个是关于 AMD。好，接下来呢，我们聊到 AIM。这只股票呢 ，Harry 在之前的视频有推荐过它的走势确实非常的强。从这个地方300，对吧？不到一路涨到现在最高是444的位置，算下来也就是6、7天的时间，涨幅将近30%，对吧？这样的票呢 ，Harry 是愿意继续关注的。不过呢，大家可以看最近的这几天的一个 K 线表现，这几根 K 线呢，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这说明什么？说明它多空的博弈很激烈，对吧？那之前呢，像这种地方呢，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上下影线拉扯，最后呢，方向选出来了是向下的。然后呢，打到这个子带的内部，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入场的信号。如果踩中这一波呢，又是30%的肉。但是呢，错过也没有办法我们往前看，目前呢，这几根 K 线很明显是在选择方向，对吧？而且呢，盘前已经出现了一个黄 K 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黄 K 的信号这是5号 K 线如果在这根黄 K 之后呢，生成一个向下的阴线，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金顶那这个阴线的低点就非常关键了它是我们的出场位，对吧？如果它是一个阴 K 的话，那反过来，如果它后面生成的是一个向上的阳线，那么大概率这个还是一个黄 K 那我们只要观察什么时候这个黄 K 的信号转成一个下跌的阴线，再考虑出场，那继续持有就行但是呢，出现黄 K 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地方买入。
而且呢，目前的整个 AIM 的位置确实有点高啊，虽然这个长期看好，但是呢，短期这个涨势有点吓人。那 Harry 呢也不敢在这个地方啊激进的推荐给大家，所以呢，现在的策略是以防守为主，耐心的等待啊下一个更好的入场位。如果跌破了前面的这根 K 线的低点，也就是400的价格，咱们出场啊看一下，观望一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更保守一点的小伙伴呢，可以在400往上，也就是大概420左右的位置，考虑减仓作为一个止盈的位置也是可以的啊，因为现在位置太高了，防守一下没有错。那如果继续的往上走，咱们就不管它，让这个利润奔跑啊，这个就是关于 AIM 的一个短期的观察。那后续呢，如果它生成了一个更好的入场位置呢 ，Harry 也会及时在视频当中给到大家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关注点起来。好，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 NBIS 这只股票的走势呢，同样非常的漂亮啊，连续3根阳线拉出来了啊，势头很猛。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到4号 K 线的这个对应的成交量明显的偏高。那在这个地方又是高价高位，又是比较高的成交量柱，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主力在出货呢？随后呢，我们看到盘前出现了这样一个黄色的 K 线的形状，也就是预示着这个地方承压了所以最直观的判断两者结合，那这个位置肯定是不适合加仓的，对吧？但如果在车上的朋友呢，可以先不动观察一下因为现在只是一个黄 K， 一旦后续生成了下跌的阴 K， 那咱们就要考虑出场观望了。另外呢，这根 K 线4号 K 线的上影线很长，说明呢多空交战在这个地方还是有点激烈的加上呢它又是高位的放量的阳 K 所以这个地方值得多一份警惕。那关于短期的一个防守出场位呢，我们呢可以不要设在这个4号 K 线的下端了，我们可以设在稍微高一点的位置，也就是3号位置的这个高点277。实际上呢，股价跌穿了这个位置，就已经跌穿了4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格，在这个地方出场呢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它没有往下跌，而是突破了297、298的这个位置，咱们就继续拿着，按兵不动好，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像 NBIS 这样的股票呢用我们的趋势图来捕捉信号是非常准的。当它每一次踩到这个子带的区域都是妥妥的上车位，对吧？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用趋势图来做观察大家也可以留意起来。这支票 Harry 再一次的表明观点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股票，值得大家长期关注。好，以上就是关于今天的个股部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要了解的股票呢，欢迎在评论区打出来，也欢迎大家随时的留言交流互动。Harry 呢，随时等着大家。好，我们下一期视频不见不散。